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杰森视角。今天我们来聊聊目前中国40岁以下的人将面临什么样的未来，为什么中国金融系统处于极度危险之中，还有中国未来30年经济发展的天花板会是什么样。在节目开始前，我先简单回应一下网友。首先有网友询问我，为什么我最近的节目一直在讲中国话题，两场战争和美国等话题讲的比较少。我一周做一期节目，每期节目要花30个小时完成，因此我在选题上非常谨慎。我在选题时常会问我自己这样一个问题：我讨论的这个话题2个月后再看是否还有意义？以美国为例，无论从政治层面还是从经济层面，目前都没有展现出明朗的大趋势，很多关键的趋势还在发展之中。一些事情当时挺热闹，但是对大趋势却没有什么实质影响。比如最近的总统辩论，我不认为它对11月份的大选有实质影响。但是目前的中国情况就不同了，中国从经济到政治再到社会运行，都已经非常明显地展现出历史性的新状态。下一个历史阶段的中国已经开始出现萌芽，也就是说，中国正处于一个划时代的时刻。观察、分析和记录这个历史时刻的方方面面，对于我们每个人都非常关键。因此，在过去2个来月，我从中国的人口趋势、就业状况、产能激增、房地产下行、司法危机、社会人心趋势等多个角度，和大家一起思考、探讨、分享中国这个进入新历史阶段的现实。有朋友说，一边听你的节目，一边走在繁华的上海街头，有种奇怪的超现实感。我完全可以理解朋友说这个的感觉。中国目前还处于这个新历史阶段的初期阶段，我关注的主要是宏观经济现象，宏观视角和某个微观现实肯定会有很大的差异。中国唐朝的安史之乱被世界历史学家称为人类历史上最惨绝人寰的战乱时期。战乱前，唐朝人口约为5292万，而战乱结束后，唐朝人口锐减至仅剩1690余万，消失的人口超过当时中国总人口的2/3。当时唐朝最繁华地区的黎民百姓被叛军当作动物一样四处捕猎，他们的肉被腌制成食物，成为军粮。旧唐书中对战乱期间中原地区的描述是这样子的：各个官署荒废，连一根船子都没有留下，整个中原地区人口不足1000户，村庄荒芜，长满荆棘，四处都是豺狼的嚎叫声。安史之乱让大唐帝国从此一蹶不振，中国在随后进入了近200年的连绵动荡和战乱期。但是如果你能够穿越历史，碰巧穿越到安史之乱期间的四川成都地区，你可能会怀疑那些历史书都是危言耸听的骗人杜撰。当时的四川得益于地理优势，它三面环山，地形险要，易守难攻，而且远离叛乱中心。为躲避安史之乱，大量唐朝高净值和高学历人群涌入四川，反倒极大地刺激了当地经济，让四川经济变得更加繁荣。而且因为唐玄宗逃往四川避难，因此成都成为唐朝的一个行都，政治地位也大大提升。当时成都号称为南京，俨然一副太平繁华的帝都气象。历史只可能关注和记载宏观大事件，生活在其中却能够看穿微观具体表现，不被其迷惑，从而能看清历史大趋势的人，那就是有智慧的人。下面我们进入今天的话题。中共全国人大常委13日通过关于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决定。渐进式延后退休的办法将从2025年1月1日起实施。根据中共官方决定的内容，将启动延迟男女职工的法定退休年龄，用15年的时间，逐步将男职工的法定退休年龄从现在的60周岁延迟到63周岁，女职工的退休年龄从现在的50周岁延至55周岁，女干部从原来的55周岁延至58周岁。
在同一天获批准的国务院关于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的办法中，还提到了2030年1月1日起，基本养老金的最低缴费年限也从现在的15年提高到20年，没达到年限的要自己想办法补齐。这个消息让中国大陆的网民集体炸锅了，表达不满的声音爆棚，刊登这个消息的多数网站都不得不关闭评论区。中国网民抱怨的地方主要有2个方向，一是就业难的问题，有网友说我现在才50岁就找不到工作了，人家嫌我年纪大，那等到63岁怎么办呢？中国网民抱怨的另一个方向是中国退休制度不公平的问题。中国退休制度中有个双轨制的概念，是指中国机构事业人员和普通企业人员享受完全不同的养老金待遇。山东有个成武县，他们在网上发布了一个有关2023年当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统计公报，这个公报却在无意中向中国人泄露了一个残酷的真相。报告中提到，2023年当地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有8778人，他们的退休金人均每月7452元。同期企业单位退休人员有13222人，他们的人均每月退休金是2326元，连中共体制内部人员退休金的1/3都不到。另外，城乡居民领取养老保险的人有11.94万人，而这部分人平均每月只能领到175元的养老金。有人把中国青年报一篇2013年的文章翻出来，文章标题是延迟退休可能是对一代人的违约。那篇文章提到，在养老问题上应该先改掉双轨制，再谈延迟退休，先加大政府投入，再谈公众责任，先讲公平，再讲效率。结果造成中共直接对自己党媒的文章下手，把这篇11年前的报道从中国网络给和谐掉了。一方面，我完全认可中国网民反对中共提高中国退休年龄的这些理由和想法，但另一方面，我不得不给大家提醒一个更残酷的现实。中共这个用15年时间把中国人退休年龄提高约3岁的方案，是中共给中国人画的又一个不可能实现的大饼。未来中国人的退休现实肯定比这个计划更加残酷。中国现行的法定退休年龄是1955年定的，当时中国人的中位年龄只有22岁，也就是一半的中国人的年龄在22岁以下。当时一个65岁以上的老人对应着11个20到64岁的劳动力人口，而且当时中国人的预期寿命只有47岁。中国社会的这个年龄结构在随后25年都几乎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就是基于这些历史数据，中共才敢于在实施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时，给中国人画出了一个计划生育好，政府来养老的大饼。愚蠢的领导不可怕，可怕的是愚蠢的领导很自信。在中共的计划生育政策下，中国社会的人口结构会出现什么情况？这个是中国高中生都可能讨论出来答案的问题，中共却自信的一干就是30年。直到2004年，中共媒体才发表了一篇老有所养谁来养的文章，开始质疑中共此前政府来养老的这个大饼的可信度。然后是又等了近10年，到2013年，中共才开始尝试放松计划生育政策，宣布实行夫妻双方一方是独生子的，可以要2个孩子的单独2孩政策。在那之后，中共又等了10来年，到现在才提出了延迟退休年龄的这个计划。就如同2013年中共开始放松计划生育政策，没有挽救中国的人口崩盘一样，此时推出这个延迟退休年龄的计划，对阻止中国退休金系统的崩盘也注定是回天无力的。任何国家养老体系的本质都是人养老，而不是钱养老，也就是决定一个国家养老体系可持续性的根本因素其实就一个，那就是这个国家劳动力人口和退休人口之间的比例。如果这个比例变得很低，
劳动力成本将会大幅度提升，因此引发的通胀将会击碎人们用钱养老的梦想。在劳动力成本不断提升的社会中，赡养一个老人所需要的钱数自然会不断增加。这个概念从一个国家的层面看，意味着社会养老金账号上有多少钱，也不一定能完全赶上通胀，也不一定能够最后够用。同时，从个人层面看用钱养老这个概念，因为每个退休人员积累的财富数量都不同，因为人力资源有限而引发的通货膨胀，将会把用钱养老的概念变成社会中退休老人之间用钱内卷的方式。随后有很多人就会出现没有足够钱养老的问题。因此，养老问题最终是个人的问题，而不是个钱的问题。不幸的是，当今人类人口老龄化已经成为所有发达经济体的一个普遍问题。这个问题引发的直接后果就是，它将造成一个国家劳动力人口和退休人口的比例不断降低，最终可能低到社会的养老体系无以为继的地步。英国、法国等国家在过去10多年不断提高退休年龄，就是在应对这个老龄化的社会危机不得已的举措。那么，一个国家的劳动力人口和退休人口的比例低到多少时，这个社会的养老体系将进入不可持续的崩溃状态呢？这是一个非常关键，但是又非常复杂的经济学和社会学问题。对这个问题，目前国际上没有统一答案，但是通过分析英美的数据，我们可以推演出一个保守的估计。英国在2011年已经把男女的退休年龄都提高到了65岁，现在英国的退休年龄已经推迟到了66岁，而到今年2024年，英国65岁以下的劳动力人口和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的比例是 2.9。预计到2026年，英国将进一步推迟退休年龄到67岁，2044年推迟到68岁。在美国，2024年65岁以下的劳动力人口和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的比例是 3.2， 但是现在美国人要到67岁才可能领取全额退休金，预计今后还将继续推迟退休年龄。从这些数据推算，似乎在英美这样的国家，能勉强维持目前的退休金系统的劳动力人口和退休人口的比例应该至少是3，也就是一个退休人员至少应该对应3个工作的人。和中国的养老体系相比，英美的退休金系统还是一个比较平等的机制，至少没有中国不公平的体制内和体制外这样的双重标准。一个不平等、不公正的体系，通常资金使用效率会更低些。因此，要维持中国这个更低效的养老系统，劳动力人口和退休人口的比例绝对要超过3。2020年，中国一个65岁以上的老人对应5个65岁以下的劳动力，因此表面看似乎中国的状况要比英美好很多。目前中国的城市老人可能没有意识到，他们目前的退休生活待遇可能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状态。但是如果我们直面未来，中国的情况就会立刻变得惨淡起来，因为中国人口出生率暴跌造成的未来30年中国人口老龄化的速度将会是史无前例的。从2020年到今年2024年，一个65岁以上的老人在英国对应的劳动力人口从2020年的 3.1 个下降到了 2.9 个，而中国却从5个下降到了 4.3 个。根据中共这次推迟退休年龄的计划，中共声称他们准备在15年后，也就是2040年，把男子的退休年龄最终推迟到63岁，而妇女的退休年龄最高还只是58岁。但是到2040年，中国的人口结构将会是一个什么状况呢？到2040年，一个65岁以上的老人在英国对应的劳动力人口将会是 2.4 个，美国将会是 2.6 个，而在中国，一个65岁的老人到那时只能对应2个65岁以下的劳动力人口，反倒要比英美的情况更惨了。根据我们前面推算的，一个勉强能维持的养老体系至少需要3个劳动力来对应一个退休人员，也就是到2040年，就是中共再次誓言把中国的正式男女退休年龄都推到65岁，中共社会也只有2个劳动力
来对应一个退休人员，那绝对是一个不可持续、面临立刻崩溃的养老体系状态。正是基于这样的分析，我知道中共最近提出的推迟退休年龄的计划依然是在欺骗中国人。那么中国官员为什么在退休年龄这个问题上要给中国人民再次画饼呢？让中国人感觉最悲催的一个解释可能是，中共高层也许根本就没有充分认识到中国人口危机的严重性。中共高层依靠的人口问题专家对中国的人口几乎从来就没有预测正确过。2013年，中共推行单独二孩政策，而不是全面放开二孩。其中主要原因是2012年中共17位顶级人口学家告诉中共高层，单独二孩就足以把中国的出生率提升到 2.4， 让中国人口重新进入增长轨道。在单独二孩政策彻底失败后，中共才被迫实施全面二孩政策。但是中共专家当时也预测说，中国生育率将在2018年达到 2.09， 基本实现人口稳定。结果这个预测再次全面失败，因此到2021年，中共不得不开始推行三孩政策。中共专家在中共党媒《经济日报》上再次预测说，三孩政策能够大致实现我国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全面放开生育限制会导致中国人口过快增长，重踏新中国成立初期人口过快增长的覆辙。结果中共专家再次被现实打脸。2023年，中共官方承认中国生育率只有1，而人口能够完整替代需要出生率 2.1， 连那个出生率的一半都不到。中国人口从此开始走入断崖式下跌的轨道，一切刺激出生率的政策都没有办法逆转中国人口危机了。当然，中共出台的这个根本无法解决中国养老体系危机的政策，也可能出于其他原因。首先，中共知道很多中国人对中国的养老金制度非常不满意，宣布推迟退休年龄会再次让中国人的关注焦点聚焦在中国退休双轨制这个制度性不公平的问题上。当然，这只是中共小小担心的问题，因为中共对他控制中国人的舆论的能力还是很有信心的。中共更大的担心可能是，如果大幅度推迟退休年龄，会进一步恶化中国人的失业问题，特别是年轻人的失业问题。因此，目前这个象征性的15年推迟退休年龄3年的软性政策，其实是中共多重难题叠加，造成很多中国问题无解的一个典型范例。一方面，中国的人口结构眼看着就要造成养不起退休老人的问题，而另一方面，内需不足造成中国经济失去创造大量新就业岗位的能力，从而中国年轻人必须等待老人退休，腾出岗位来就业。因此，如我前面提到的，一方面我支持中国人借中共这次推迟退休年龄来揭露中共退休金制度上的根本不公，但另一方面我也想提醒大家，中国人未来养老的现实绝对比中共这个政策暗示的状况要险恶很多。说得更直白一些，中国现在40岁以下的人，你们根本不用指望在你们65岁时，中国还有任何有意义的养老系统了。因为到2050年，中国65岁以下的劳动力人口和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的比例已经是1.5比1了。所以中国年轻人现在一定要好好保重你们的身体。最近中国另一个引人注目的新闻是，中国 A 股上市公司在过去1个月突然掀起了一个高管辞职潮。从8月份开始，近1个月中，中国各个上市公司一共发布了超过1100份高管辞职或职位调动的公告，平均每个工作日40份。更令人惊讶的是，其中很多都是金融银行类的上市公司。这些辞职的人中包括中国人保的董事长、中国银行行长、浙商银行行长、江阴银行副行长、常熟银行副行长、中金黄金董事会的董事长等等。针对这个金融高管的辞职潮，流亡海外的前内蒙古官员杜文最近在 X 上发文说，我特意委托圈内的故交给我打问一下，不问不知道，一问吓一跳。杜文说，
中共金融圈的高管们目前的状态是集体排队辞职，很多人都不想干了。有的金融机构的管理层，很多人一同提出辞职，辞职理由千奇百怪，有出于个人原因的，或感觉工作压力太大的，或声称不愿意耽误工作的，等等各种理由。想辞职的人事实上非常多，目前公布出来的其实还只是得到批准的那些极少数的人。对此有人猜测说，这些人前些年在中国都已经赚钱赚够了，现在辞职很可能是想逃离中国，想带着钱跑路。我认为他们应该不会有如此美好的幻想。先别说你能不能把钱带出去，你人能不能出去都是个问题。很多年以前，中共就开始严密监控他体制内人员出国旅行。中共体制内人员，无论是高官还是一般的公务员或教授专家，他们的护照平时都是被中共统一管理的，所以就是不当高官，中共也不会给他们自由出国的机会。大地震前，一些动物会自发做出一些奇怪的行动，比如老鼠会成群外逃搬家，狗可能会焦躁不安地乱跑，牛羊等家畜会乱叫等等。科学家认为其中原因是动物很敏感，很可能会感受到地震前的一些微小的地面震动或电磁场变化。这种危机来临的感觉让他们焦躁不安，自发地想做点什么来自救，虽然他们的行为不一定能最后真的救了他们。这些金融界的高管身处金融市场的核心，都是社会精英，他们自然比普通中国人对中国金融系统可能的地震更为敏感，更能感知到还没有完全展现出来的深层危机信号。他们身处各个金融公司的要职，在过去一年中，习近平就开始对中国金融体系进行全面的整肃。2023年，共有87名金融系统的中共干部被查。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他们预见他们的公司有可能会面临一些巨大的金融风险，他们将会非常担心自己会成为习近平问责机制的牺牲品，成为那只替罪羊。因此，辞职很可能是一种为了规避风险的自发自救行为。那么，中国当前的金融系统真的有引发系统性崩盘的危机吗？当今中国二手房价暴跌的同时，中国失业人口又在大量激增，这两个因素叠加在一起，引发中国人还不起房贷的家庭激增。在中国，交不起房屋贷款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去年我在网上看到大量还不起房贷的人讲述自己的凄惨经历，通常都是突然失业找不到工作，同时以前买的房子又跌到了比自己从银行贷款的数额还低的价格，在自己没钱还贷后3个月就被贷款银行在法庭起诉，然后把自己的房子低价拍卖，最后原来的买家不但损失了全部房屋首付，还要付高额的法庭和律师费，以及拍卖后依然欠银行的款项。因为这些欠款，这些人在一无所有的情况下依然上了中共失信黑名单，从此生活方方面面都被限制，成为中国社会的二等公民。据中共官方公布的数据显示，截止2023年12月，中国失信黑名单的人数已经高达859万，占中国劳动力人口的1%，比新冠疫情爆发时的数量增加了50%。同时，截止2023年末，建行、邮储和交行的房地产贷款不良率分别为6%、2.5% 和5%，和2022年相比都在大幅度上升。2023年中国不良资产春季论坛上，上海文盛资产的总裁江涛表示，目前约有10万亿不良资产存留在金融体系内，到2025年金融不良资产会比2023年翻1倍，达到20万亿，占整个中国银行贷款余额的10%。这还是中共允许说出来的数字。但是在过去几个月，中国网上一些交不起房贷的人却开始分享一些新现象。他们有些人说自己房贷已经好几个月交不起了，但是银行却一直没起诉自己，而且最近银行还有人主动联系他，问他的经济状况，想了解他每个月在住房方面的支付能力到底是多少，并通过各种方式，包括
调降利率，甚至是允许只付利息等方式来鼓励停缴房贷的人不要彻底放弃。银行最近突然开始这么干的原因其实非常容易理解。随着房价不断下跌，银行也知道把房子从原来的房主那里拿过来法拍不一定能拍卖得出去，就是用超低房价卖出去了，卖价和银行原来的贷款的差额也会清晰展现在银行的账面上，显示为一笔违约的坏账。而且银行低价拍卖的房子越多，当地的房价就会被砍压得越厉害，这一切都会让银行的账面越来越难看。因此，如果能让延迟缴房贷的房主能够用各种方式继续还一些钱，这笔钱在银行的账本上就可以不显示为坏账，就能暂时掩盖住中国房地产崩盘引发的金融危机的真实状况。所以，现在中国各个银行公开的房地产贷款不良率已经根本无法真实反映中国房地产对中国金融体系冲击的严重性了。但是对那些中国金融公司的高管来说，他们当然知道他们公司这背后被掩盖住的问题将会有多么严重。随着这些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对外来感觉压力山大的金融高管自然会越来越多。最近我在中国国内很多自媒体上看到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把中国目前的状况和1990年代初日本经济开始大萧条的情况做对比。很多人甚至开始讲解一些日本过去30多年的历史，包括日本的一系列政策和社会变迁，说现在的中国人可以借鉴日本过去30年的历史。其实持这种观点的人对中国的未来还是太乐观了。中国目前面临的经济危机，可使用的救助手段比当年日本政府的选项其实还要少很多。日本在90年代初经济泡沫破灭，陷入长期萧条，为刺激经济，日本政府推出了多轮财政刺激计划，其中包含大量用于乡村基础建设的公共投资。虽然数年后日本人也意识到这些用地方建设刺激经济的策略长期效果有限，但是那些项目的确在9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给大量日本人带来了工作，给乡村带来了短期的繁荣和振兴。但是这一招在中国几年前的所谓繁荣期就已经被中共地方政府用过了。中共地方政府已经实施了多年的大兴土木的经济发展模式，现在很多中国地方政府已经在承受那一轮操作后在台高筑的苦果了。近期网上流传这样一幅对比中国和日本超长期国债收益率的图，图上显示中国的50年国债收益率首次比日本的40年国债收益率还要低。这个交叉点将成为全球经济里程碑事件。为什么这么说？我们知道债券收益率越低意味着债券价格越高，也就是意味着更多的钱在抢购这种政府超长期债券。而投资一个国家的超长期债券是最保守的一种投资策略，是在对这个国家所有其他投资方式都失去信心的情况下的选项。也就是说，投资人对中国的经济没有信心的程度已经超过了他们对日本经济没有信心的程度了。这是全球投资人对两个经济未来走向的真实表决。因此，那些认为中国经济将会走上日本过去30年轨道的人，我不得不告诉你们，你们真的是过分乐观了。日本过去30年的经济历程应该是中国未来30年天花板级别的状态。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看，希望大家能够订阅和推荐杰森视角这个频道。